第61集，徐锦也看到了阮南竹看到的东西。他的描述和阮南竹差不多，都说林秋实转身的时候，那台子上面伸出了一双血淋淋的属于小孩的手，那双手只有骨肉没有外皮，裸露在外面的肌肉包裹着脆弱的骨头，然后就这样贴在了林秋实的后背上。这是徐锦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灵异事件，整个人都有点被刺激到。但是林秋实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徐锦，因为林秋实发现阮南竹的状态非常不好。他看见阮南竹的脸色极为难看，于是他提出干脆背着他走。阮南竹也没有拒绝，就这么静静地趴在了林秋实的后背上。结果还没回到大殿，阮南竹似乎就睡着了。怎么就睡着了？徐锦显然无法理解阮南竹居然能睡着这件事儿。他现在怕的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浑身都哆嗦个不停，躺在床上肯定都睡不着。但是再看这个人，居然趴在人家后背上，眼睛一闭就睡了过去，这绝对是装的吧？此时程千里说道：可能是这姑娘身体不太好吧。几个人还没有走到大殿里，便听到嘈杂的人声，似乎是大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在大殿里不见的。有个女人在哭叫。我才去看了眼那佛像，一转身他就不见了。可是我们一直在附近，没有看到有人从正门出来啊。另一个人说：他是不是走到走廊里面去了？不可能，速度怎么会那么快？肯定不会是跑到走廊里面去。林秋实背着阮南竹走在后面，程千里则快步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原来是有两个人在这里等人集合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在大殿里消失了，并且失踪的时候，剩下的那个人就待在大殿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什么异样的情况。这个世界里，失踪几乎就等于死亡，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触发了死亡条件。你们在店里等的时候在谈论什么内容？此时蒙玉开口道：有说要去什么地方吗？仅剩下的女人一脸茫然，她思考了片刻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身体僵在了原地。怎么？蒙玉发现了女人的异样，女人缓缓地抬头看向了黑漆漆的屋顶。他在失踪之前一直和我讨论天花板上有什么。众人闻言都沉默了。那乐声从他们进庙开始就没有停过，起初他们以为是在2楼发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这座神庙根本没有2楼。黑暗遮掩住了众人的双眸，让他们看不清楚天花板上的东西。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种障碍，然而他们从未想过这是对他们的保护。天花板上的东西要是看见了，便会要命的。听完女人的话之后，大部分人都是低下了头。蒙玉却好像一点也不害怕，他抬着头观察着自己的头顶。这建筑最起码有6米，没有光的情况下，想要看清楚上面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光源是哪里来的？手机。林秋实脱口而出。蒙玉扭头看向了林秋实。也对，其实大部分人进到这里都不会带手机。林秋实问过阮南竹这个问题，阮南竹当时的回答是，有时候带手机会比较危险，不过带着也无妨，进去之后丢了就行。因而林秋实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而且晚上没事的时候还能拿着手机玩玩游戏。我们先出去吧。
其中一个人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气氛，小声地说道：“看起来已经查不出什么线索了。”蒙玉看了看时间，说：“想出去的就出去吧，离导游和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可是，外面在下雨。徐锦现在怕的恨不得站在人最多的地方，把自己缩成一个球。下雨？林秋实一愣：“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徐锦说：“就刚才啊，你们说话的时候。”按道理说，雨落在地上，怎么也会发出沙沙的声音，但是这雨如同瓢泼一般，却一点响声都没有，就像一出默剧一样。林秋实那么敏锐的听力都没有听到一点动静，这雨实在是下得太过蹊跷了。本来想出去的人又不敢动，就在众人看着外面那悄无声息的大雨时，一直响个不停的乐声却突然停了，整个庙宇都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寂静。没声音了。徐锦说道：“好吓人啊！”林秋实却蹙起眉头：“你们没有听到吗？”徐锦一头雾水：“听到什么？”鼓点，有人在敲鼓。众人闻言，脸上起初都是茫然之色，但是很快，这鼓点的声音就越来越响。当所有人都听到了鼓点的时候，又有别的声音伴随鼓点一起出来了。那是一种木门被打开的声音，嘎吱作响。林秋实迅速感觉出了不对头，他推醒了阮南竹：“竹妈，不能再睡了，出事了。”阮南竹睁开眼睛：“我睡着了。”“事情不对劲。”“怎么了？”“有鼓点。”如果只是鼓点儿也就罢了，他清楚地听到，就在他们刚刚来的那条走廊上，有什么东西朝着这边过来了。阮南竹安静了一会儿，似乎是想让自己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说：“不要怕，大家都在这里，不会团灭的。”窸窸窣窣。很快，其他人也听到了走廊上发出的声音，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虽然寺庙里的灯光分外的昏暗，但是大家还是看清楚了长廊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那是一个个被剥了皮的人，他们半蹲在地上，手中托着尖锐的长刀，朝着大殿里奔跑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大殿之中所有人都露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有些承受能力比较差的已经开始放声尖叫了。“大家冷静一点。”蒙玉说着，“他们不一定会杀我们。”“你他妈的放屁呢！这东西怎么不会杀人呢？”那个一头黄头发的第一次入门的新人似乎情绪崩溃了，他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朝门外面冲了出去。“你们就在里面等死吧，老子先走了。”第62集，蒙玉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平时那温柔的笑意仿佛都成了错觉。但这变化不过刹那之间，蒙玉很快又恢复了温和的模样。“大家别急，门不会布置死局的。这么多人不可能同时触发死亡条件，先不要急着出去。”
仿佛是在印证他的话一样，刚冲出门的金发青年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嚎叫，身上爆开了红色的血花。趴在林秋实后背上的阮南竹突然开口说：“那不是雨。”啊！林秋实一愣，那是刀。林秋实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慌乱跑出神庙的青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过刹那之间，他身上的肌肤便被那些锋利的刀刃割成了血肉模糊，如同凌迟一般的样子。所有人都清楚地看见他整个人变得血肉模糊，听见了他凄惨的叫声。那个青年企图往回跑，却踉跄着跌落在了地上。然而即便是见了骨头，他的惨叫声也没有停止，似乎那锋利的刀刃避开了能够致命的地方。这几乎是活剁呀！徐锦看着头皮发麻，忍不住干呕起来。而刚刚从长廊冲进神庙的那些血肉模糊的怪物，却发出了兴奋的叫声。终于，青年的惨叫声停了下来。那个青年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整个人几乎只剩下一副没什么肉的骨架子。怪物们冲到了他的身边，开始大声地咀嚼吞咽。很快，他们便将青年身边被剥下来的肉吃得一干二净，连血迹都看不到。吃完之后，怪物们仿佛没有看到神庙中的活人，又一拥而散。此时庙中的气氛安静得可怕，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怎么会这样？终于有人呆呆地问出了声：“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谁知道呢？我们还能出去吗？徐锦战战兢兢地问：“我们会不会死在外面？”应该不会。林秋实低声说着：“那个导游和我们约定的地点就是外面，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要出去，万一又下刀子雨怎么办？”徐锦还是心有余悸，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就这样摆放在门口，刺激着所有人的眼球。我说了，门内不会设计必死的局。蒙玉倒是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那肯定不会出事的。阮南竹闻言却是轻笑了一下。林秋实问他笑什么，阮南竹说：“这个蒙玉有点意思。”林秋实没有明白阮南竹为什么会这么说。你觉得如果大家做了同样的错事会怎么样？阮南竹用很小的声音开口问道：“死？可是不是说不会全部死去吗？”对，的确不会全部死去，但是怪物可以随便挑选想要杀掉的人，只要最后留下一个就行了。所以蒙玉为什么要故意误导大家？林秋实陷入了沉默。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导游的声音：“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出来，我只等你们5分钟啊！”听到这话，大家都松了口气，觉得外面应该没事了，于是便缓步朝着神庙外面走去。这门内最糟糕的事情是，不但要面对可怕的怪物，还要面对身边随时可能会背叛的队友。门里面的他们虽然乍看起来像是可以互相信任的伙伴，可只要是出了意外，那伙伴这个词随时可能会换一种意思。
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外面传来了导游的声音，但却根本没人敢动。阮南竹还是趴在林秋实的身上，他轻轻地拍了拍林秋实的肩膀，说：走，就这么出去，应该不会出事了。况且总不能在庙里过夜吧。林秋实想了想，也对，不如我先出去，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们再见机行事。一起吧，信我一次。林秋实见阮南竹态度坚决，于是便背着他朝神庙外面试探性地走了几步。他刚离开神庙的门，便看见导游站在之前和他们分开的地方，微笑着冲他们挥舞着旗子。过来啊，快点过来！天快黑了，我们得趁着天黑之前赶回去。林秋实环顾四周，发现刚才从天上下下来的刀子都不见了踪影，只有门口那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告诉他，刚才的一切的确不是幻觉。林秋实慢慢地走到了导游身边，正如阮南竹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意外。程千里跟在他们身后，一直朝着那具尸体看。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熟悉，当时林秋实陪着程千里看山村老师的时候，他就保持着这一副随时想要尖叫的模样。不过好歹程千里忍住了，他憋得整张脸都开始发红。见到他们没出什么意外，剩下的人也开始往外走。而那个导游仿佛完全没有看到那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微笑着询问大家今天玩的是否开心，有没有领略到神庙独有的风景。团队里面的人没人理他，那个导游却说得津津有味，根本不在意众人的答案。从来时的小路往回走，天色开始变暗，丛林之中多了几分幽寂。插在树梢上的旗帜被大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是怪物展翅欲飞的羽翼。回去的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们安全地到达了住宿的竹楼，吃了一顿并不美味的晚饭。导游离开的时候和他们约定了时间，说明早8点不见不散。蒙玉问明天去参观哪个景点，导游的神情却非常神秘，说明天去的地方很特别，等到时候就知道了。还说大家一定不要迟到。导游临出门的时候还转过身来提醒，说今天晚上山风很烈，夜半时分大家最好别出门。这个提示他不说大家也清楚，没什么用。今天晚饭的味道实在是糟糕，阮南竹看起来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勉强吃了点东西。他从到达这个世界开始，状态就一直很差，此时看起来他满目疲惫，随时可能会睡过去。要是一般人是他这个样子，大约会让人觉得不精神，但是奈何阮南竹长了一张漂亮的脸，即便是看起来身体不适，可却硬是有种病态的美感。徐锦在旁边酸溜溜地说，阮南竹都睡了一天了，哪有那么困。阮南竹用自己的下巴在林秋实的脖颈上蹭了蹭，柔声说，对不起啊，我从小身体就不好，琳琳哥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面对不美味的晚餐，程千里还是塞了个肚饱。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死也要当个饱死鬼。林秋实其实挺佩服程千里的，毕竟这个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换做一般人吃这么多，基本只能降低求生欲了。第63集。吃完饭，众人便各自散去准备休息。阮南竹沾床就睡，几乎是瞬间进入了深眠状态。林秋实和徐锦没他那功夫，于是两个人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徐锦讲了一些他在门外世界的事情，说他是普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今年刚毕业，过马路的时候被强行拉到这个门里。他开始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后来才意识到没有梦境会这么真实。我们会死在这里吗？琳琳哥，我好害怕。林秋实靠着窗户答道：我也不知道，别想太多，早点睡吧。徐锦瞅了一眼正在睡觉的阮南竹，他咬了咬牙，颤声说：琳琳哥，我冷。哎，看看你阮南竹，都把人家姑娘给教坏了。林秋实虽然对女孩子不了解，但是也不是智障。徐锦这个动作表情实在是太明显了一些。林秋实面露无奈，只能装作听不懂。他说：你冷啊？那我就给你拿床被子吧。为什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徐锦咬了咬牙，跺了跺脚，放下了最后的坚持。那多麻烦呀，我能和你挤一挤吗？林秋实冷静地拒绝了。你太胖了，感觉有点挤不下。徐锦陷入了迷之沉默。他看了一眼已经陷入熟睡的瘦弱的阮南竹，又看了看自己的身材，他发现一时间竟然真的无法反驳。还要被子吗？徐锦有些自暴自弃。不要了，我脂肪多，坚持一下应该能挺过去。虽然知道这样挺不厚道的，但是林秋实还是有点想笑。不过说回来，这门内世界那么凶险，哪有那么多的心思谈情说爱？也不怕两个人情到浓时，突然冒出来一个鬼头，导致终身不举。而徐锦大约也是看透了林秋实的直男灵魂，他终于死心地躺回了自己的床上，停止了尬聊。没一会儿就传来了安静的呼吸声，看样子应该是睡着了。林秋实心想，你们睡得可真快呀。他闭上眼睛，尽量放松身体，让自己也睡了过去。第二天的阳光将林秋实从床上唤醒，他睁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身边的人还在不在。阮南竹却是已经醒了，坐在床边慢慢的梳头发。他听到林秋实的动静，头也不回地说：早上好。早上好。昨天我睡得早，后半夜没发生什么吧？没有，林子里很安静，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我是说，你和徐锦。林秋实一脸问号。我和徐锦能发生什么？他难道有什么问题？之后阮南竹安静了一会儿，问出了一个问题：你上个女朋友是因为什么和你分手的？女朋友？我没交过女朋友。自从林秋实学了设计之后，基本就和社交无缘了。上学的时候天天做作业接私活，工作之后天天加班，别说女朋友了，连个姑娘都没见过。哦，挺好。林秋实总感觉阮南竹脸上有了一丝微妙的表情。洗漱完毕之后，
众人一起吃了顿早餐。对于今天要去的地方，所有人都很好奇，但是好奇之中又带着点担忧，因为总感觉今天的情况会比昨天还要凶险。尽量多人组队走吧，这样出了事也好有个照应。蒙玉说着。昨天死了2个男的，此时队伍还剩下14人，虽然数量很多，但总感觉如果真要出了事儿，人再多也没用。程千里拍了拍林秋实的肩膀，说今天要和他们一起。林秋实点了点头。8点钟，导游准时出现在了外面，他还是穿着昨天同样的装束，脸上也挂着同样的表情，挥舞着同样的小旗子。人齐了吗？人齐了，我们就要出发了。齐了。蒙玉回答。好，那我们走吧。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较特别，大家到了那里之后，一定不要高声喧哗，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众人纷纷点头。导游见状露出了一个笑容，说：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抓紧时间出发吧。因为这里环境特殊，除了行走之外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今天导游带着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条路一直在往山上蜿蜒，周遭依旧是茂密的树林。大家跟在导游后面艰难地行进，但是路实在是太难走了，很快就有人体力不支，跟不上大部队了。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队伍当中有人询问导游。休息倒是可以休息的。导游说着看了看表。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正午之前到达目的地哦。啊？为什么呀？那个人有些奇怪地问道。为什么要在正午？因为你们要在那里参观6个小时。导游很平静地解释着。如果在12点之前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话，你们就只能在天黑之后下山了。说完，他脸上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相信大家不会想在夜晚走这样的山路的。大家听到这句话，表情都不大好看。走不动路的也开始咬咬牙，想要继续坚持，毕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林秋实怕阮南竹的身体扛不住，半路就背上了阮南竹。也亏得阮南竹体重轻于常人，不然还真的没办法。不过即便如此，阮南竹还是吸引了一些嫉妒的眼神。女孩子体力到底是比不上大男人，能被背起来休息一下，自然是十分值得羡慕的事情。好在就在众人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导游口中的目的地，也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高塔。这些高塔高的足有几十米，矮的也有3、4米，它们耸立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工艺才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修建出这样宏伟的建筑。众人看着这些宏伟的建筑，均被其震撼着。一时间，众人陷入了寂静之中，甚至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凶险。好在导游的声音把他们拉回了现实。接下来是6个小时的参观时间，那到时间之后我会过来接大家的，就请大家再次好好参观，领略异域风情吧。说完，导游转身就走了，消失在密林之中。看着导游的背影，程千里忍不住骂了句脏话。走吧，过去看看。林秋实放下了阮南竹，跟着众人一起进入了塔群。这塔群大大小小，高度各有不同，但比较相同的就是每个塔下面都有一扇木门，木门用生锈的锁锁住。这里是什么地方？
祭祀的地方。林秋实觉得奇怪，可是祭祀的地方不是有神庙吗？我觉得应该是墓地。阮南竹观察了一下，墓地。说到墓地，林秋实马上想起了昨天被推下时的那个木台。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用来天葬。打开一个塔进去看看。第64集，阮南竹说着，和他们一行走到了僻静处，然后他掏出发卡开始工作。生锈的锁被轻而易举地打开了，阮南竹推开木门，露出了里面黑漆漆的塔内。塔内没有光，散发出一股子陈旧的气味。林秋实用手机照亮了里面，果然在塔底看到了一具已经腐朽的尸骨。的确是坟墓。阮南竹确定了自己的猜测。那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啊？难道钥匙不在庙里？阮南竹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重新把门锁锁上之后，他们朝着塔群最中心走去。林秋实看到了最高的那座塔，那座塔的形状有些特殊，在一众小塔的簇拥下分外醒目。塔的最上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雕塑，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圆盘，圆盘之下是一些流云的图案，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图案代表着什么意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座塔上，显然大家都觉得这塔里会有什么关于钥匙的线索。到了塔下之后，先过去的人却发现那塔上的不是木门，而是一扇石头门，石门上面也没有锁，就这样虚掩着。这塔里也是尸骨吗？有人问道。谁知道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众人犹豫着要不要进塔里的时候，林秋实却又听到了鼓点的声音。他的表情一变，立马将这个事小声地告诉了阮南竹。鼓点从哪里传来的？远处。林秋实说着，抬头看了一眼阴霾的天空。昨天鼓点响起来后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了。不，准确地说，是开始下刀子。阮南竹环顾四周，看来只能进塔。这四周都是荒郊野外，没有任何可以遮蔽的地方，唯有眼前的高塔能让人躲进去。进吧。说着，阮南竹抬手就要推门。哎，你们要进去？站在不远处的蒙玉语调有些好奇地问：对，有什么问题吗？你们这么贸然行动，不怕进去之后出事吗？如果怕，就在外面等着吧。阮南竹指了指头顶上的天空。我只是感觉又要下雨了。蒙玉听了脸色微变，其他人听到要下雨了这句话也都开始骚动起来。昨天惨死的青年还历历在目，没有人想要经受千刀万剐之苦。阮南竹推开了眼前看似沉重的石门，扭身就进了塔里。林秋实紧随其后，他将手电筒的灯打开，看清楚了塔里面的情况。这座塔似乎并不是坟墓，至少在1楼没有看见尸骨。他们进来之后，其他的人见没有事情，也陆陆续续地跟了进来。这塔应该有8、9层的样子。既然进来了，那就上去看看。我想仔细看看塔顶上的那个建筑。
林秋实知道阮南竹提的事情定然有其原因，于是他便一口答应了阮南竹的提议。就这样，4个人开始往上爬。团队里其他人看见他们的动作，都露出了一个不赞同的意思。也对，在不知道如何才是触发死亡条件的世界，似乎做什么都是不安全的。但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钥匙是不会这样出现在大家面前，除非身边的人都死光了。这座塔的楼梯很窄，只能够1个人通行。阮南竹走在最前面，林秋实则走在最后。他们一路往上，一边爬塔，一边观察着塔内的情况。有东西。走在最前面的阮南竹突然出声。这是他们爬的第8层，应该离塔顶不远了。林秋实拐过楼梯，看到了阮南竹口中的东西。那是一面漂亮的鼓。这个鼓被放置在第8层的中间。鼓身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些细节雕塑，虽然并没有太多的装饰，但是依旧可以看得出来做工非常精致。在场的3个人都立马想到了歌谣当中的那只鼓，他们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唯有徐锦神情有些恍惚，喃喃地说：好漂亮的鼓啊。说着他走到了鼓的旁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别碰！阮南竹叫住了他。这鼓有问题。徐锦没有说话，但是神情看起来有些痴迷。你没事吧，徐锦？林秋实感觉出来了不对，开口叫住徐锦的名字。然而徐锦的下一个动作却是伸出手，在那漂亮的鼓上轻轻地拍打了一下。清越的鼓声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林秋实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震了一下，强烈的眩晕感袭击了他。他捂着耳朵，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整个人都差点栽倒在地上。为了稳住身体，林秋实伸出手扶住了旁边的墙壁。然而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本该是石头的墙壁时，林秋实整个人却僵住了。石头不见了，指尖上的触觉像一种更加柔软的东西。人的肌肤。林秋实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面前的景象。本该存在的石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柔软的皮肤，而且那皮肤还在缓缓地蠕动着，伴随着心脏的脉搏。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在我记事那年离开了家。一个女孩子的歌声在林秋实身后响起。林秋实僵硬地转身，他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站在自己的身后。小女孩的脸上没了皮肤，只剩下了红色的血肉，甚至隐约能看见白色的骨头。小女孩的怀里正抱着一面漂亮的红鼓，她黑洞洞的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林秋实。小女孩纤细的手微微抬起，然后又重重地落下，在洁白的鼓面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血色的手印。马尼堆上坐着一位老人，而反反复复念着一句话。
歌声还在继续。女孩敲着鼓，朝着林秋实走了过来。林秋实发不出声音，也说不出话，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的手触碰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从自己的身体里穿了过去。下一刻，林秋实的身体巨震，就如同触电一般，他眼前的景象又发生了变化。原本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回到了那座冰冷的石塔里，旁边站着2个熟悉的人。林秋实，程千里惊恐地看着他。你在做什么？林秋实低下头，看见自己的手正放在那面红鼓之上，鼓面的质地也很柔软，和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是属于人皮的触感。秋实，阮南竹的声音传了过来。你看到了什么？一个女孩。林秋实将自己的手从鼓上移开。一个浑身是血，被活活剥皮的女孩。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突然跑过去敲了鼓，我拦都拦不住。敲鼓？敲鼓的不是徐锦吗？林秋实看着这一面鼓，只觉得浑身发凉。他想离这面鼓远一点。他没跟我们上来啊。程千里一脸莫名其妙，一直留在底下呢。阮南竹却好似明白了什么，他走上前，轻轻地按住了林秋实的肩膀。别担心，没事的。这怎么会没事？能看到那些东西，显然并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冷静点，你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林秋实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回忆刚才看到的画面。我看到这座塔的墙壁变成了人皮的模样。第65集，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刚才在环境中看到的一切。林秋实沉默了下来。阮南竹听着他的言语，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阮南竹说：“我们去塔顶看看。”说完，他起身朝着塔顶去了。林秋实则有些恍惚地跟在他的身后。他总觉得刚才的幻境没那么简单，似乎在隐隐暗示着什么。塔顶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最顶上是镂空的天窗，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外面的天空，还有塔尖之上有些特殊的圆形雕塑。阮南竹看着那雕塑出了神，程千里和林秋实都没有去打扰他。林秋实在塔顶上转了一圈，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就在他打算和程千里说话的时候，身边的墙壁却轻轻地传出了轻微的响声。这个声音像是有人在用手指抠着墙壁，让人听着非常的不舒服。林秋实现在已经隐约察觉到自己的听力似乎敏锐的有些过头，大家听不到的声音他却能轻易捕捉。再看正在发呆的程千里，显然程千里根本就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林秋实也没有问他，他自己直接走到了那面墙壁面前。他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里面那种抓挠墙壁的声音立刻停了下来。随之而来，林秋实有了新的发现。他发现整个塔顶的墙壁只有这一块位置是空的。里面好像有东西。林秋实突然出声。什么东西？程千里问道。这里吗？说着他也过来敲了敲，
果然听到里面传来了空洞的声音。阮南竹收回了一直盯着头顶的目光，问：怎么？这块墙壁是空的，我想试一下能不能撬开看看。阮南竹走了过来，伸手在墙壁的边缘摸了一圈，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尖锐的硬物，开始慢慢的撬。他的动作很灵巧，似乎对这种工作已经非常的熟悉。很快，这墙壁的边缘居然真的被他撬出了一个缝隙。林秋实看得目瞪口呆，还能这样？这还是一般操作，我阮哥厉害着呢。面前的墙壁被撬开之后，里面露出了一个暗格。那个暗格是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没有上锁。阮南竹伸手把那个盒子拿了出来，三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盒子上。阮南竹手上微微一动，便打开了盒子的盖子。那里面露出了一个有点像硬皮本子的东西。这不会是日记本什么的吧？程千里瞬间来了兴趣，他拿起本子开始翻。里面会不会有钥匙的线索？打开本子之后，他们看到了里面的内容。本子的前面全部写着同一句话，那就是他不见了。不同的笔记，相同的话语，都是这4个字，他不见了，占满了每一页纸张，看得人觉得非常不舒服。阮南竹迅速翻到了最后，在快要翻完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不同的话语。在本子的最后一页，他不见了4个字被另一句话代替了，那就是找不到他了。这是什么？程千里立马想起了他们得到的线索。这是妹妹写的。阮南竹还低着头仔细检查这个本子。片刻之后，他指着其中一页说道：中间还有一页被撕走了。林秋实一看，发现那里的确是少了一页，只是撕得非常整齐。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也亏得阮南竹心细如发，这都能看见。你怎么发现这墙壁有问题的？阮南竹问了一句。林秋实答道：我听见有人在挠墙。程千里这货居然伸出手就在墙壁上狠狠地挠了几下。哦，这样吗？这个声音嘎吱嘎吱的，搞得林秋实的头皮瞬间爆炸。阮南竹骂道：你爪子再见一下，回去看我让你哥怎么收拾你。听了这话，程千里赶紧把自己的爪子收了回来，委屈地表示他只是示范一下。上个这么示范的，坟头草已经5米高了。说着，他把本子放进了自己随身带的包里。我感觉我们还得回神庙一趟。什么意思啊？林秋实有些没明白。现在只是猜测，等确定了我再和你说。众人正在讨论着，1楼却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随即便是人在楼梯上慌乱跑动的声音。声音的主人还在不停地呼救。林秋实和阮南竹对视一眼，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表情。林秋实说：走吧。阮南竹点了点头，他们都打算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等他们都到达意外发生的4层时，骚动已经平息了。发出尖叫的女人此时正瑟瑟发抖，躲在同行男性的怀里。那个女人满脸都是惊恐，哆哆嗦嗦地指着墙壁说：那里有个鬼影子。因为她的尖叫，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到了4层。林秋实冲着女人指的地方看去，却只看到了黑色的墙壁。什么鬼影子？抱着女人的男人问：你到底看见什么了？就是鬼影子，我说不好。哼，大惊小怪。团队里面开始有人小声地嘟囔着，简直跟第一次见面似的，看见个鬼影子就这么叫，真是没出息。
女人似乎听到了这句话，一下子变得非常生气。有东西我叫出来怎么了？总比这样哑着死了好吧？好了好了，没出事就好。这个时候蒙玉出来打着圆场。我们这么多人不要聚在同一楼层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都跑不掉。众人见没出什么事，便打算纷纷散去。那个尖叫的女人也准备走，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衣服。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后面的人，于是她很不开心地扯了两下自己的袖子。干什么呢？别拉我衣服！我都说了别拉我衣服。然后她又扯了两下，终于恼火，恼怒地朝身后瞪了一眼，而这一眼却让她的血液瞬间冻结了。这个女人的身后空空如也，什么人都没有。女人的身体有些发凉，她连忙迈开脚步想要离开这里。然而就在她迈步的时候，一双血淋淋的手突然伸了出来，抓住了她的双脚。女人想要尖叫，嘴巴却被另一只手捂住。她艰难地扭头，她看见刚才平滑的墙壁上，此时竟是伸出了无数双猩红的手臂，缠住了她的身体，并且把她硬生生地往墙壁里面拖了过去。她本来想要尖叫的嘴巴被死死地捂住，发不出一丝的声音。和她同行的男伴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可是当这个男的回头时，女人已经被拉到了墙壁里。不过几个呼吸之间，一个原本还好好的大活人就这样消失不见了。第66集。你们看见小优了吗？小优？他刚才不是还在这儿？走在前面的人也有些疑惑，朝着身后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那个女人的影子。他别是上楼了吧？我去看看。男人迅速地爬上了塔顶，却是完全没有看到他想找的人。等他回到人群里的时候，苍白的脸上已经挂满了冷汗。他不见了。此话一出，众人都安静了下来。如果是在外面的世界，一个人突然不见了，仔细找找肯定能找到。但是门内的世界不见了，几乎就等同于死亡。昨天不是还有个人在神庙大殿里不见了吗？此时有个人想起了什么。他们会不会都……我觉得不用找他了。这个时候蒙玉突然说了一句：他肯定没了。你为什么这么说？男人显得有些生气。你不记得导游刚带我们来这里时是怎么嘱咐我们的？面对男人的敌意，蒙玉显得很平静。他说了，在塔群里不能高声喧哗。小优刚才是不是惨叫了一声？闻言，那个男人沉默了。有些话还是要听进去的。你们呢？刚才在楼梯上看到了什么东西？他对着林秋实和阮南竹问道。看到了一面鼓，没敢碰就下来了。鼓？我去看看。蒙玉说着，便和身边几个人转身去了楼顶。阮南竹看着蒙玉的背影，却是轻轻地抿了下嘴唇。他们都十分有默契地保留了那个日记的秘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感觉还是别急着说出来的好。后来那个消失的小优再也没有出现，躲在塔里的人们战战兢兢，没人敢再到处游走。他们害怕自己看见了什么东西后发出的叫声会导致死亡。林秋实他们也没有到处转悠，
阮南竹靠在林秋实的肩膀上闭目养神，程千里则蹲在窗口朝外面看，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窗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呼啸的风声越来越大，甚至带上了一丝凄厉的味道。林秋实本来是靠着墙壁的，但是靠了一会儿之后总觉得不舒服，便直起身坐了起来。虽然这样的姿势比较累，但是一想到刚才的幻境里面看到的，他便觉得累一点也没关系，总比靠着人皮好。还有多久啊？程千里小声地问着。林秋实看了一眼手机，此时距离他们和导游约定的时间还有20分钟。20分钟啊，还有这么久？程千里蔫了吧唧地趴在窗户上。哼，我想我哥做的有茶了，加辣的那种。林秋实伸手在他的脑袋上摸了一下。这20分钟几乎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团队里连最简单的交谈都没有了。后来天色逐渐暗下来，穿着红色衣服的导游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你们好呀，今天玩得开心吗？导游微笑着摇晃着手中的旗帜。相信大家一定有好好的领略当地的风俗文化。没有人说话，大家的脸上都是死气沉沉的，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那么我们就回去吧。导游微笑着带大家踏入了丛林。天快黑的时候下山也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众人相互搀扶着，经过1个小时的行程，终于回到了住所。简单的吃过晚饭，众人都带着疲惫之色，各自回到房间休息了。程千里跟阮南竹他们一起回了房间。他本来是和另外2个人睡在一间屋子的，但是今天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便想和林秋实挤一个晚上。你真要和我挤啊？挤挤呗。程千里可怜巴巴地看着林秋实，他想让林秋实心软。我就和你们比较熟了。林秋实则看了一眼阮南竹，阮南竹微微点了点头之后，林秋实才说了声好。林秋实是同意了，可是有人却不满起来。徐锦今天没敢跟着他们上塔顶，他独自一人在塔下面坐了1天。这会儿听到程千里晚上还要赖在这儿，他小声说：“你不嫌他胖了？”程千里听着这话觉得莫名其妙。胖？我不胖啊。对呀，他不胖。那你昨天说我胖怎么回事儿？这人还能不能好？林秋实显然已经完全忘了昨天拒绝徐锦的借口，他和程千里开始讨论起今天谁睡里面谁睡外面。徐锦坐在床边嘟着嘴生气，阮南竹在旁边安慰他：“你不胖，是于琳琳的审美有问题，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徐锦委委屈屈地表示赞同。林秋实和程千里全程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这2个人对话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走了1天的山路，大家都有些累了，几乎是沾枕头就着，就连向来睡眠很浅的林秋实也不例外。不过半夜的时候，林秋实总感觉身边有人在走动，他以为是程千里，就没有太在意。直到第2天早晨起床，程千里埋怨林秋实说他怎么一晚上都在起夜。起夜？我没有啊。我昨天睡得那么熟，1次厕所都没有上。你骗人，你明明就起来了。我真没起来，不过我也感觉有人在走动。2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移到了屋子里剩下的2个人身上。徐锦惊慌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没有起床。阮南竹则问都不用问，他平时睡眠质量是最好的，肾功能也非常强大，基本夜夜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从不起夜。那是谁在走？
程千里的脸色有些白了。两个人正说着，阮南竹突然站了起来，他走到两个人面前蹲了下来，然后把目光投向了两人的床底下。林秋实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怎么了？阮南竹没有吭声，他只是伸手指了指。你们自己看吧。林秋实和程千里战战兢兢地弯下腰，他们看到了阮南竹说的东西。只见他们的床下木质地板上竟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血手印儿，这些手印儿从地板蔓延到墙壁，看起来瘆人之极。我操！程千里终于没忍住，又开始跟一只惨叫鸡一样惨叫起来，连带着觉得眼前的画面都没那么恐怖了。你能别这么叫吗？好可怕呀！程千里趴在半蹲着的林秋实的身上，抓着林秋实的头发叫得很惨。你把我的头发松开，松开！林秋实也怒了。哎呀，快点给我松开！我好怕呀！不许！知道一个设计师最珍惜的是什么东西吗？是头发，是发际线。程千里这小兔崽子，抓我头发跟薅草似的，鬼知道会不会对发根产生影响。听他这么说，程千里终于松开了手。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徐锦一脸麻木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然后他转头对阮南竹说：祝萌，我们去吃饭吧。好啊。之后这两个人手拉着手，高高兴兴地出去吃早餐了，只留下了这两个大猪蹄子在那儿看着一地的血手印发呆。走吧，既然我们还活着，那就说明他没有想要我们的命。这扇门也太凶险了。还好昨天他们没有爬起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要是看了，天知道会是什么东西在地上爬呢。第67集。没精打采的吃完早饭之后，那个导游又准时出现了。他简直像个人偶一样，脸上永远带着那格式化的微笑，就连手上挥舞旗帜的幅度好像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的是一座神庙，这个神庙呢是这里最漂亮的建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被其风采所倾倒。那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吧。林秋实听了皱了皱眉，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正巧蒙玉就在他的旁边，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当然耳熟了，他第一天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果不其然，等众人出发之后，导游又开始介绍起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只是这些话大家在第一天就都听过了，无论是说话的顺序还是语气，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别。这种怪异的情况让众人都露出不适的神情。徐锦小声地问道：不会是要一直重复吧？我们难道还要去那塔一次？说不好，估计还得再看2天。林秋实摇了摇头。徐锦不吭声，他心想，去一个地方死几个人，他们一共才10几个，难道要死到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才能逃脱吗？显然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众人脸上皆是神色莫测。第二次来到神庙面前，他们4个没有急着进去，这是阮南竹的提议。他说既然之前观察的是里面，那这次就观察一下外面。于是他领着3个人开始在神庙周边探索。
神庙四周全是茂密的树木，阳光层层洒落，只在地面上留下暗淡的光斑。石板路上附着一些细小的藤蔓和蕨类植物，踩在上面便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神庙很高，以他们的角度几乎看不到顶。乐声依旧连续不断，好像奏乐的人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似的。观察了一圈之后，作为设计师的林秋实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这神庙的建筑风格好奇怪啊，整个神庙都是圆形的。这不说还好，一说程千里也注意到了。圆形？对啊，整个庙都是圆的。圆形的庙宇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得上很少见。你们看到圆形想起了什么？片刻沉默之后，林秋实和程千里给出了同样的答案。鼓？我觉得，我们得上庙顶上看看。程千里一听就瞪圆了眼睛。真的要去吗？庙顶上？可是前天失踪的那个人，不就是因为看了天花板吗？对，但线索应该也在上面。说着，阮南竹伸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包。还记得昨天我们在塔上面看到的东西吧？当然不可能忘记。林秋实至今都记得自己的手按在那个人皮骨上的触感。不过阮南竹说的东西应该不是骨，而是他们在墙壁里发现的日记。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得想想办法。乍一听起来，阮南竹的这句时间不多了没什么依据，但是林秋实想起了自己床底下那血手印，他不确定这是意外还是警告。总而言之，那些东西显然不是什么好的预兆。这座庙很高，没有楼梯可以上到顶层，但是方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想上去，总会找到办法。在庙边转了一圈之后，阮南竹就有了主意。剩下3个人听到他的主意之后，都有点发愣。林秋实的语气带着愕然：“你是说，用那天那个木台子？”“可是那个木台子不是天葬台吗？”阮南竹点了点头。林秋实担忧地说：“而且上面有那些东西，这样贸然上去，要想活下来，总要承受点风险。”也对。林秋实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甩开了心底的犹豫。“你身体太弱了，还是我来吧。”阮南竹闻言，嘴唇微动，正要说什么，林秋实却是手一抬，制止了阮南竹。“你本来身体状况就不佳，如果勉强上去出了什么意外，我们之后该怎么办？况且接下来的几扇门，你总不可能每一扇都陪着我。”阮南竹听到林秋实的话，安静片刻之后，指了一下程千里：“你陪他一起上去。”程千里乖乖地哦了一声，居然没有反驳。倒是徐锦欲言又止，看起来他想去劝说林秋实别去，但是又不知道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事情定下来之后，他们很快在靠近神庙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接近10米高的木架子，这个高度几乎和神庙的高度平齐。林秋实伸手就在木架子上按了按，确定是否足够坚固。“就这个吧。”“有什么不对就马上下来，以安全为重。”林秋实点了点头，便踩上了木架子。这个架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但是好在质量不错，爬上去也没有摇摇欲坠的感觉。林秋实走得非常小心。“程千里，你不怕高吧？”“除了鬼，我什么都不怕。”林秋实心想，那就行。不过程千里的动作倒是挺利索，一个16岁的孩子，反应能力正好在巅峰时期。
上一次爬台子的时候，要不是他拉了林秋实一把，估计林秋实早就凉了。越往上爬，风越大，到后面林秋实不得不减慢了速度。他一边观察情况，一边继续往上爬。这个台子总共10米左右，最上面有一个木质的平台，连通着神庙的顶上。爬到上面之后，便可将周围的景色一览无余。无论是恢宏的神庙，亦或者是神秘的丛林，由上往下看去，却是带上了一种别样的风姿。眼见即将到达那个木质平台，林秋实说：“马上到了，小心点。”程千里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林秋实直接翻到了平台上面。他本来以为平台上会有一些没有吃干净的尸体，但是他却发现整个平台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不，准确的说，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彻底被吃干净。所有的骨头，甚至于毛发都没有剩下，唯有木纹上面隐约可见的血迹在告诉来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平台后面本该是显露出来的神庙屋顶，但是此时山间却是起了一层浓郁的雾气，将本该一览无余的景色笼罩其中，而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第68集，林秋实上前一步，给程千里让开了位置。程千里爬上木台之后，看见山峰，愣了片刻。这大中午的突然起雾，我们还要过去吗？他扭头看了一眼林秋实。林秋实犹豫片刻，朝着身下看了看。徐锦和阮南竹都抬头望着他们，见到他们终于爬上了台子，还冲他们招了招手。因为隔得有些远，林秋实也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想来应该是充满了担忧。走吧，就像你周萌姐说的，想要活着出去，总要承受点风险。程千里点了点头，两个人缓步朝前走去。越靠近屋顶，一直没有断过的乐声就越响亮，似乎那个演奏乐器的人就在他们面前的不远处。林秋实跨出一步，从平台走到屋顶上。他跨过去的时候，脚步微微顿了一下，他感觉脚下的材质似乎有些不对劲儿。程千里的反应和他差不多，用脚在上面跺了跺。我操，这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东西吧？不知道，反正不是正常的屋顶。屋顶的材质说软不软，说硬不硬，一定要形容的话，它们好像是一个颇有弹性的蹦床一样。可是根据刚才在底下的观察，如果这个神庙是一面鼓，那么铺在最上面的鼓面，岂不就是人皮了？猜测被证实，林秋实和程千里的表情都严肃了起来。林秋实往前走了几步，他发现每往前走，脚下的鼓都会发出清脆的敲击声。这个声音他前天才听到过，就在天上下刀子的时候。所以说，当时并不是有人在敲鼓，而是有人在屋顶上奔跑吗？此刻朦胧的雾气中，乐声指引着他们的方向。本来不算太大的神庙，林秋实却觉得走了好久好久，久到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原地绕圈子。这个时候，面前终于出现了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背影。
一个少女的背影。黑色的长发虽然遮住了少女大半的身体，但是林秋实还是从她的衣着上辨识出，这个少女和昨天幻境之中出现的女孩穿得一模一样。少女突然出声了：“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林秋实和程千里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知道眼前的女孩绝不可能是人类。你在哪儿呢？乐声就是从她的身边传出来的。女孩似乎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她停下奏乐。有人来了。女孩缓缓地转身，露出了自己的正面。那是一张没有皮肤的脸，红色的血肉附在她的脸颊上，眼球已经被挖掉，只剩下了黑洞洞的眼眶。我好疼啊！林秋实的呼吸屏住了，他顺手拉住了旁边的程千里，转身要走。程千里好像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整个人一言不发，神情狼狈地跟在林秋实后面。两个人的脚踩在柔软的鼓面上，敲出了清脆的鼓点。女孩的声音就在身后，她反复重复着那句话：我好疼啊！你在哪儿呢？鼓点越来越响，林秋实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粗重地喘息着，但是无法让自己跑得更快。缺氧的窒息感开始袭击林秋实的身体。林秋实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笨重，体力即将耗尽。林秋实的脚步逐渐慢了下来，他朝着身后看了一眼，却没有看见那个本该追着他们跑的小女孩。林秋实沉重地喘息着，就在林秋实脚步停下来的那一刻，他却听到了一个声音从自己的后背上传了过来：你为什么不敲鼓了？林秋实浑身僵硬地扭头，他看见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就在自己的脑后，静静地凝视着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样的惊吓，林秋实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他的身体踉跄着跌倒在地上，双手也触摸到了脚下的人皮，很柔软的触感，甚至还带着人体特有的温度。林秋实低着头，努力想要平息咳嗽，但是趴在他后背上的女孩却爬到了他的面前。他在哪儿啊？我好疼。女孩还在发问。女孩歪着头，仿佛只会说这句话。林秋实抬头，终于彻底看清了女孩的模样。女孩没有腿，只能用双手在地上爬，她全身的肌肤都被剥离，露出了红色的肌理和骨肉，眼睛似乎也被挖掉了。此时那黑洞洞的眸子冷漠地凝视着林秋实，等待着林秋实的答案。林秋实突然想起日记本上的那些字体，林秋实重重地吞咽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找你。女孩安静下来：他一直在找你，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一直在找你。女孩慢慢地直起了身体，然后伸出手，重重地拍打了一下鼓面。清脆的鼓声却让人浑身发寒。眼前的山峰散去，景色开始变得清晰。你想见他吗？带他来我这儿。女孩说了最后一句话，随即便消失在了林秋实的眼前。
此时林秋实劫后余生，身体几乎完全脱力了。他勉强地站起来，但是他却看到蹲坐在旁边同样脱力的程千里。程千里见到林秋实，艰难地吐出了一句：我操，林秋实，我们赶紧下去吧。林秋实点了点头，和程千里一起往台子边上走。程千里脸色煞白，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身上也沾了些血迹，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女孩身上。手软脚软地爬下了木台，两个人都是一副差点死掉的模样。阮南竹赶紧上前询问情况。林秋实坐在地上摇摇头，用简单的言语叙述了一下上面发生的事儿。程千里，你怀里藏了什么东西？阮南竹却注意到了别的事情。林秋实闻言，朝着程千里那边看了过去，这才发现程千里的 T 恤鼓鼓的，一看就知道肯定有东西藏在里面。第69集，程千里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把东西掏了出来。那是一根骨笛，虽然形状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依旧能看得出来是人骨做的。你胆子是真的大，这东西都敢带出来。胆子偶尔大一次的程千里却已经被吓得哭了起来。他跟只兔子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而且把这些东西全蹭在了林秋实身上。阮南竹则伸手在程千里的脑袋上来了一下。别哭了，这么大了丢不丢人？我还有2年才成年。和上面的东西说去，看他能不能看的都是未成年的份上，让你死得痛快点。不了不了。看到这根骨笛，林秋实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女孩的腿是那副模样。既然那女孩让程千里带下来了，应该就没有什么大事。所以他现在想要我们把他的妹妹带过来。应该是这样。他思考了一会儿，脸上出现了些许的困惑。可是我们到底怎么分辨出他妹妹的尸骨呢？如果他猜的没错，他妹妹的尸骨应该就在塔群那边。塔群那边的尸骨数不胜数，不可能一一尝试。于是阮南竹陷入了沉思。总有办法的。程千里总算是从恐慌里恢复了过来，他擦干净鼻涕和眼泪，开始夸张地描述屋顶上到底有多惊险。你是不知道，我当时看见那东西趴在林林哥身后有多害怕。我想告诉林林哥吧，可那东西就一直瞪着我，我还以为我们2个都要交代在上面了。唉，我也差点以为。林秋实低头扯了扯自己的 T 恤，他发现上面一片血红，简直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谋杀案。阮南竹很平静地安慰着他们，能下来就好。看来钥匙应该会在姐妹会面的时候出现，只是我们现在还需要找到那扇门。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朝庙里面走。在快走到庙宇的时候，他们看见蒙玉和一个女生正在说话，两个人神态亲昵，气氛暧昧。阮南竹和徐锦很有默契地对视一眼，徐锦在旁边悠悠地说：还真是个恋爱的好地方。说完看了林秋实一眼，林秋实莫名其妙，阮南竹却很懂得贴到了林秋实的身边，笑眯眯地说：琳琳，昨天是不是和沐雨挤得很难受？不如今天我们2个睡一张床上。你开心就好。
徐锦听了牙直痒痒。那边的蒙玉发现自己被看到之后也不着急，笑眯眯地冲大家打招呼。有什么发现吗？没有。阮南竹很冷静地回答。蒙玉挑了挑眉毛，表情似笑非笑，那双桃花眼移到了林秋实的身上。你们遇到什么了？衣服怎么弄成这样？运气不好，遇到了上次看见的那种小怪物，还好逃掉了。说着，他轻轻咳嗽了几声，一副弱柳扶风的姿态，这倒是让人生出了几分怜惜。蒙玉居然没有追问，只是道了一声注意安全，便和那个女人转身走了。他如此轻易地放过了他们，倒是让林秋实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阮南竹却摆摆手，皱着眉头说：不用太在意他，他应该也是接了活的老人，只要能保证接活的对象活着出去，有人费心费力地打开门，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不过我倒是觉得蒙玉这人有点眼熟。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阮南竹沉思片刻，似乎并没有想出什么答案，于是他便放弃了。算了，既然他对我们没有威胁，就出去再考虑。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早点找到钥匙。林秋实点了点头。他们回到庙里之后，发现庙里气氛不大对，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在他们出去的时候，昨天看见的那种怪物又出现了。那怪物依旧拖着长刀，不过这次外面没有下刀子，所以大家都跑出去躲避，直到怪物消失才又回来。人群里有人说，那怪物似乎是伴随着鼓点的声音出现的。林秋实立马想起了他和程千里在屋顶上跑了挺久，想来这件事情估计和他俩的跑动也有关系。不过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却没有说，只是和众人一起表示疑惑。好在除去这件事情之外，团队并没有新的牺牲者出现。傍晚时分，导游依旧是按时到达了约定地点。他微笑重复了前天的话，然后带着大家回到了住所。在说明了明天的约定时间之后，导游同众人告别。临走之前，导游突然说了一句前几天没有说过的话：明天早上大家不见不散。12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哦。这句话一出，大家脸上原本轻松的笑容立刻淡了下来，甚至于有的人脸上还出现了惊恐之色。导游就像没看见一样，随意地挥了挥手，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12个？为什么是12个呀？我们不是一共有13个人吗？难道是今天晚上会死人？肯定是这样。怎么办？我想死了。所以明天只会出现12个，还有一个活不过今晚。怎么办？是我吧？我还不想死。越说，众人的心中越是恐慌。显然谁都不想成为那个可怜的牺牲者。倒是蒙玉和阮南竹两拨人都挺安静的，他们只是沉默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声，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今天好困啊，早点回去睡吧。阮南竹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他完全没有被导游的言论所影响。阮南竹揉了揉眼睛，神色倦怠地靠在了林秋实的臂上。走吧。蒙玉就坐在旁边，他听见阮南竹的话之后，笑着说了句：姑娘真是心大呀，这都能睡得着。阮南竹软软地摆了摆手：睡不着就不用死了，该死还是得死。倒也是这么个道理啊。4个人回了住所，简单洗漱之后都躺上了床。和白天说的一样，阮南竹今天晚上睡到了林秋实的床上，
而程千里则被赶出去单独睡。徐锦已经麻木了，他习惯性地看着两人撒狗粮。他今天的精神似乎不大好，一天下来都没怎么说话。上床之后，他便早早地睡着了。今天你怎么看导游的话？就在林秋实以为阮南竹也睡着的时候，阮南竹却凑到了林秋实的耳边，低语一句：或许他们说的是对的，今晚会出事。我倒不是这么觉得，不过还不确定，得过了今晚才知道。林秋实摸了摸他的发丝说：身体感觉怎么样？好多了，睡吧。第70集。有阮南竹在身边的夜晚总会睡得比较安静，今夜也是如此。林秋实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期间并没有被惊醒，倒是程千里一副熬了个夜的模样。林林哥，你真是心大。怎么说？你忘了昨天我们在床底下看到的血手印了？我没忘啊，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会忘了？你不怕啊？怕能解决问题吗？勇敢一点。说着，林秋实拍了拍程千里的肩膀，程千里重重的点头，眼睛里冒出敬佩的小星星。然后林秋实怂怂地溜到了阮南竹的身边。南竹，你还记得昨天那血手印吗？你就这么和我睡着了，不怕呀？阮南竹一脸不理解你在说什么的表情。鬼我都不怕，我怕那个血手印做什么？大佬不愧是大佬。因为昨天导游的那句话，导致整个团队都人心惶惶。不过等到早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想象中的牺牲者并没有出现。昨天13个人，今天还是13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还好，那个导游果然是吓我们的。对啊，还好没少人。应和的声音也很响亮，但是林秋实却注意到，在发现并没有少人之后，阮南竹的脸色一下子阴了。阮南竹没有吃东西，目光在人群之中搜寻着。林秋实有些疑惑。怎么了？阮南竹的心情看起来不大好。还不如死人了，没想到又遇到这种事情。什么意思啊？一般关键 NPC 是不会说谎的。所以意思是……林秋实听到这句话，也瞬间明白了阮南竹话中的意思。我们13个里面有一个不是人。如果昨天死了人，事情倒比较好办，可惜没有，现在麻烦了。这自然很麻烦。来到这里已经是第4天了，林秋实甚至都没有记全所有人的名字，更不用说从这些人里找出那个不是人的人。大部分人在发现昨天没有出事之后，心情都是愉悦的，除了阮南竹和蒙玉。蒙玉和阮南竹的神情乍看起来是有几分相似，眉头微蹙，眼神里透出几分冷漠和沉思。很快两个人便注意到对方。蒙玉站起来走到了阮南竹的身边，露出了习惯性的温和笑脸。可以出去聊聊吗？当然。阮南竹答应着，他扭过头对着林秋实说：
你等我一会儿。说完便和蒙玉2个人出去了。出什么事啊？出去拿早饭的程千里和徐锦刚回来，就遇到了和蒙玉一起往外走的阮南竹。他没有听到阮南竹的话，自然也不知道阮南竹的猜测。他还在和其他人一起庆幸昨天晚上没有死人。林秋实本来想说，但是突然又犹豫了。他最后只是说：蒙玉有点事情想和他说。哦。程千里点了点头。徐锦在旁边小声地说：玲玲哥，他们2个独处，你都不吃醋的吗？吃醋？吃什么醋？你和祝萌不是？我们只是朋友，朋友？单纯的男女朋友。玲玲哥，你可真是好人，就是头发有点绿。过了一会儿，阮南竹和蒙玉从外面回来，2人脸上的阴郁都消去了不少，虽然还是没有笑容，但总比出去的时候好多了。程千里好奇地问道：你们说了什么啊？小孩子家家问那么多做什么？说完，阮南竹看向了林秋实：想知道我们说了什么吗？过分了！林秋实乖乖地点头，阮南竹则眯起眼睛笑了一下：你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啊？徐锦在旁边看的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阮南竹见林秋实脸上呆滞的表情，又说道：怎么这都不肯亲啊？祝萌，别闹了。我可没闹，认真的很哦。林秋实看着阮南竹的眼睛，他确定阮南竹的确不是在开玩笑。林秋实只好低下头，撩起了阮南竹的发丝，在他的额头上认真地印下了一个吻。这个吻无关情欲，仿佛是在面对自己无理取闹的妹妹一样。好了吧？亲完之后，林秋实问道。阮南竹被亲了之后沉默了片刻，随后悠悠地叹了口气，但是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对着林秋实招招手，示意林秋实附耳过来。林秋实还以为他是要告诉自己答案，便乖乖地低下了头。谁知道阮南竹一把按住了自己的后脑勺，2个人的嘴唇就这样接触在了一起。阮南竹尝了自己想尝的，然后满足地笑了。这样才对嘛。哎，你……我怎么了？你想再试试？算了，没什么。他此时终于发现，阮南竹这货是在故意逗自己玩。这个人明明在外面的世界里挺正常的，怎么一到门里面就感觉画风不一样呢？林秋实放弃寻找答案，忧伤地往嘴里塞了一个馒头。阮南竹和蒙玉到底说了什么，成了一个谜团。他也没有要去解密的意思。看见林秋实的下场之后，程千里厚着脸皮也去问了一句，谁知道阮南竹斜着眼睛瞅他说：怎么你也想亲我？我对小孩子可不感兴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看你是皮卡丘的兄弟皮在痒。程千里瞬间就蔫了。他们正在说话，那个导游走了过来。导游站在不远处空旷的地方，又挥起了手里的小旗，对着众人呼唤：集合了，集合了！团队里的人陆陆续续来到了导游身边。导游数了一圈人数，1、2、4、6、10、12，好了，人齐了，12个，我们可以出发了。12这个数字一出，人群里发出了窃窃私语之声。
误解了这句话的人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怎么会是12个？难道我们里面有人不是人？应该是 NPC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鬼是谁？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怀疑如同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因为导游短短一句话变得更加紧绷，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窒息。他们13个人一般是分成2、3个队，这下之前2人的队都开始寻找新的伙伴，想要至少保证自己身边有2个人。林秋实他们总是4个人走在一起，所以影响倒也不大。